欢迎各位设计师参加由群星珠宝和季红集团联合赞助的雀逢系列珠宝全国设计大赛，请各位设计师入座。各位参赛设计师，比赛时间已经进行到一半，所剩时间不多了，请各位务必要抓紧时间。我们易总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看来此次大赛的冠军，易总已经势在必得了。宋芝芝，宋芝芝，宋芝芝，宋芝芝。你干嘛呢？开门啊！宋芝芝，宋芝芝，宋芝芝。我将会与芝芝一起将群星珠宝推向一个更高的维度。今天我能获得这个大奖，全靠我自己。你没事吧？比赛是不是结束了？你们还是不是赢了？说什么胡话呢？来得及。是不是宋小姐？宋小姐的人，这现在才来。是。怎么这还没是来这当晚比赛？还是来得及。说这个比赛是啊，这一路之去，你怎么来了？我是选手安娜，我是来参加比赛的。可是比赛不到30分钟就要结束了，你不可能完成比赛的。谁说我不可能完成比赛？你都迟到了，有什么资格参加比赛？就是，难道因为这比赛是你家主办的？时间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是干什么？根据比赛规则，只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内到场并完成作品，参赛的成绩就算有效。确实有效，参加就参加，这个时间也来不及。看他能设计出什么？确实就是根本就不够的。主持人，让他开始吧。
时间到，比赛结束，辛苦各位设计师们。好的，在我们礼仪小姐收取完画纸之后呢，我们的屏幕上一会儿会显示我们全场的各位选手的作品。现在大屏幕上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全场所有选手的25幅作品，请现场的评委进行打分，投上您宝贵的一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场有2位设计师获得了相等的票数，他们就是安娜选手和易温涵选手，鼓掌。好，恭喜2位选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把权力交给我们的评委席，看看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怎么可能打平？你们很明显就是群星珠宝的人，刚才出的题目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我要曝光你们！你少血口喷人了。人家宋小姐的设计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比易温涵强100倍，甚至都能和安妮媲美了。好你个宋芝芝，既然我拿不到，不用投票了。芝芝，这个冠军既然想要的话，我就让你。毕竟我也知道，比赛会有很多黑幕。我不在乎输赢，我在乎的只有你。让给我。黑幕，你难道忘了吗？你初赛的作品就是抄袭我的。如果没有我的话，你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大家可以看大屏幕。所有的作品都是他人代笔完成。我跟易温涵先生之间的交易已经有5年了。当年我母亲病重，急需钱，这些图都是我设计的。这是我当时做的版权登记证书，还有这些，是易温涵向我购买这些作品的版权转让协议，来当做他自己的作品进行发布。你是在诬陷我！你是在诬陷我！画是你抄的，人是你找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易文涵，我宋家待你不薄，你竟然如此道德败坏！从此刻起，取消易文涵本次大赛参赛资格，暂停公司内部职务，听候调查处理。宋芝芝，你这不算了吧？松开，松开！我先跟学学。
阿姨，小斐，芝芝，你怎么和白金一起过来了？这不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吗？之前我都没发现，原来白坚这么优秀。怎么样，阿姨，这个惊喜你还喜欢吗？啊，喜欢。你怎么那么可爱呀？还不是阿姨教的好。这个易文涵，他简直就是个小人，亏我之前这么爱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妈才能生出这样的孩子。那阿姨、小斐，你们先聊，我先过去了。好。你看他那样，有什么好生气的？哼，自己没本事，也别怪敌人太强大。男人可不喜欢怨妇。各位来宾，晚上好。首先，我代表群星珠宝和季红集团，感谢各位参加这次聚会。而且，大赛的冠军由我的大女儿宋芝芝获得。在此，我宣布，芝芝即将进入群星珠宝的设计部。还望大家以后多多支持。宋芝芝的冠军有内幕，来，散开！有黑幕，散开，放开！有黑幕，易文涵，这是什么地方能有胡闹？带出去！爸，你这样做，大家只会觉得有心虚。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易文涵，我倒想看看，你想说什么？各位来宾，我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要告诉大家。指证别人的宋芝芝，才是真正的抄袭者。左边是宋芝芝本次大赛的参赛稿。右边是国际珠宝设计新秀安妮小姐早期发布在个人主页的随笔《初恋》，两者的相似度高达70%。厉先生，你真是好眼力，你仅凭一张作品就说我抄袭，那么我想请问你。身为一个抄袭者，你有什么资格，或做什么身份来质疑我？我早就料到了，像宋芝芝这样品行恶劣的抄袭者，一定会拒不承认，甚至倒打我一耙。所以今天，我带来了安妮小姐的手绘稿。只要大家拿这些手稿去对比，就会发现，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相。来。你竟然连这种东西都造假！这些话怎么会是真的？你怎么会有这些画稿？当然是安妮小姐亲自给我的了。不可能，因为我就是安妮。你就是安妮。本来我还想给你留一分颜面，没想到你这么厚颜无耻，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让我们有请安妮小姐。今天要不是伊温涵先生邀请我来观赛，
我还不知道有人胆大妄为，冒充安妮。你到底是谁？各位，这是安妮唯一认证过的海外社交账号，她的画稿以及新品都是通过这个账号进行首发的。哦，这个账号我知道，这是他平时发作品，真的假的？挺火热的呀！知道了，他就是真的假的？安妮从不想抛头露面，但没有想到如今抄袭和造假如此猖獗，不得已，只能用这种方式自证。宋芝芝才是假冒的，肯定是假冒的呀！这骗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真好意思，宋小姐，不要脸了！你干嘛？这条手链真的很衬你。你这话什么意思？新婚快乐！这条手链是我送你的新婚礼物，这枚戒指是你的回礼。安妮，是你，我们终于见面了。这位呢，是 Selina， 是我海外账号的代理运营。大家好，我可以证明，我旁边的宋芝芝小姐就是真的安妮。安妮呀？怎么可能？这些年我们都通过互联网联系，也没有真的见上面。几天前，易文涵通过互联网私信安妮的账号，说有人冒充安妮。为了不让安妮的名誉受损，我必须出来打假。但没想到，宋小姐不是冒充的，她是真的安妮。是这样。理解了，一场误会。是来打假的，没想到我也是。安妮，刚刚在门口，易文涵说，为了加深打假的力度，让我自称安妮进场。他还给了我一张卡，这里面有100万。对不起，我不应该答应他的。现在这笔钱由你做主。既然你这么慷慨，那这笔钱我就收下。我会拿这100万捐给国际珠宝基金协会，成立一个专项基金，给广大的消费者们打假。宋芝芝，谢谢喽。哎，不过今天当众打他们的脸，真的是大快人心，真爽。演得不错。这次比赛，我会故意模仿安妮的画风。伊文涵这个小人，必然会怀疑我。我还刻意让他顺走了我的设计稿。以他的性格啊，他肯定会大做文章。你这招行啊，引火上身。我这不叫引火上身，我这叫引蛇出洞。哥，你在设计世界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名声，这下好了，全让他给毁了。
谁能想到她是真的爱你？我今天居然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可是为什么呀？世界上那么多男人，他偏偏跟我抢白剑哥。啊，他就是见不得我好。可是凭什么呀？凭什么他能这么轻易的毁掉你的事业，还有我的爱情？哥，这事儿你能忍，我可忍不了。忍不了又怎么样？妈说了，让我们最近别轻举妄动。可妈还说今天这事她调查了呢。那你看现在这样，让你这么丢脸，妈有时候说的也不一定全都是对的。对了，你上次给我的牛奶样本出结果了，牛奶没有任何问题。牛奶没有问题？怎么可能啊？我爸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他血液里面有一种慢性兴奋剂，如果长期食用的话，有非常大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成为植物人。我原本以为是牛奶里面的问题，可是怎么会？你上次让我检测的头发样本也出结果了，结果显示说，聂小斐跟易文涵还有聂文芝没有任何关系，但易文涵跟聂文芝是亲子关系。他们是母子？所以你到底在怀疑什么呢？哥，我现在只要一想起来宋芝芝以前被你治得服服帖帖的样子，我气儿都顺。你想不想让事情恢复到正轨啊？我有个办法，可以让她真正成为你的女人。我的女人？我怀疑他们三个对我家图谋不轨，并且在我爸的牛奶里面下药。我本来想拿着牛奶的鉴定报告当做证据给我爸看，但是事情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果然是当局者迷啊！你拆穿他们有什么用啊？你是想告诉所有人，聂文芝跟易文涵是亲子关系，让他们母子相认吗？还是说你想证明聂文芝跟聂小斐是领养关系，然后去证明聂文芝的善良？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能轻信任何人，往往是你最信任的人，可能会伤你最深。季白剑，还好我们两个是战友，而不是敌人。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动摇我爸对聂文芝的信任，这样这张鉴定报告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就是白纸一张。但聂文芝布了这么久的局，城墙稳固，想破不是一日之功。那如果我一天拆一块，时机一到，岂不是一推就倒？你出来就行，我们这一边吧。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们就知道所有信息都要核对清楚。我也没想到宋芝芝竟然就是安妮。宋芝芝身边多了一个季白坚，对我们以后的计划影响很大。知道了。哎，文芝，咱们找老季聊聊。好。真没想到你就是 Annie。对啊，对啊，那易文涵真是个渣男。
所以说女孩子一定要擦亮眼睛。干杯！真太厉害。姐姐，我们谈谈心吧。啊，我先失陪一下。姐，你来了。小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就是很好奇，你最近为什么突然不喜欢温寒阁了？你以前不是最喜欢？以前我不谙世事，现在我不会了。可是他对你一直都很好啊。他对我好吗？对啊，他一直对你都很好啊。芝芝，小斐，温寒阁，你来了。你怎么来了？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小斐，我们下次再聊。哎，姐，你别生气啊。过去全都是我的错，我是真心跟你道歉的，以后我不会再纠缠你。让我们喝完这杯酒，忘记过去一切的不开心，好吗？对呀，姐，你就原谅温寒阁吧。嗯。你少喝点。干杯！干杯！忘记，易文涵，你拙劣的演技让我觉得恶心。哎，芝芝，芝芝。哎呀，姐，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那我陪你去洗手间整理一下吧。啊？老纪，果然不出你所料。刚才易文涵兄妹又在商量着怎么算计宋芝芝，全让我在化妆间门口听见了。到时候，白仙哥肯定不会再要的。你呢，做你的宋家女婿；我呢，做我的季家儿媳。算计宋芝芝？对。他刚才还在这儿呢。嗯，你看下监控去。好。哎呀，姐，我突然想起来，我手机忘带了，你等我一下。啊。芝芝。温寒哥，你来了。干杯！干杯！喂，喂，老纪，我刚到监控室。大哥，不好意思，我有一朋友找不着了，能不能麻烦您调一下监控？
这个，对，是这个。喂，人找着了，是被易文涵给掳走了，就是在20层。确定是这一层。房间号我马上发你。好。准备就绪，可以叫那些拍照的上来。宋芝芝，芝芝，我来了。喂，老七，那帮人冲上来了，要拍到你这样迷迷糊糊抱着宋氏，那可是大事儿，你快躲一下，我没拦住啊。这正是我想要的，你先报警。我怎么会在这儿啊？背叛了，已经没事了，再睡会儿吧。
是不是荒漠也有四季？是不是海浪也会哭泣？是不是远在天边的你来不及去寻寻觅觅？忘记了多久的光景，听老树发芽的声音。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你又救了我一次。以后别这样了，会让人担心的。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到智妍在那场事故里还是被害了，梦到易文涵，他背叛我，算计我，陷害我，我爸被我气死了，我被赶出了宋家。别瞎想，一场梦而已。今天谢谢你了，男朋友。行了，怪冷的，我送你回家去。我想再透透气。季白剑，是不是过了今天，一切都结束了？对，今天过后，一切都会好的。你说的对，一切都会好的。我回家了。季白谦送我回来的。白坚，你昨天晚上没走啊？对啊，你昨天喝多了，吐了人家白坚一身。真开心啊！这些人终于得到报应。少喝点。走，送你回家。宋芝芝。啊！芝芝啊，你赢了珠宝大赛是好事儿，奶奶也为你高兴，喝点酒庆祝一下，那也是应该的。
但是你喝成那样，还麻烦白坚照顾你。奶奶，照顾芝芝是我应该做的。芝芝啊，你昨天把白坚的衣服都涂脏了，时间又那么晚了，我就留白坚在咱们家客房住了一晚，还不赶快谢谢人家？谢谢你啊，伯父，您客气了。能跟您讨教珠宝鉴定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来了，妈，你喜欢的青菜。芝芝，阿姨得说你几句。你呢，是咱们大户人家的女孩子，出门在外呀，还是要稳重一些。你看你这半夜3更喝得烂醉如泥的，不仅奶奶爸爸担心你，还要麻烦人家白坚把你送回来，多少也是有失体统了。伯父伯母，实不相瞒，我跟芝芝都不是随便的人，我们也在重新培养感情，所以我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的。这样挺好，你们年轻人有你们年轻人的相处方式，我们年纪大了，不太懂这些。但是白坚啊，我真的很欣赏像你这样有担当的年轻人。谢谢伯父伯母的教导和可口的早餐。奶奶，我改日再来看您。好，芝芝，送一下白坚。哦。事情搞砸了，我原本是想和宋芝芝生米煮成熟饭的。以后再想搞事情，先动动脑子，用这么下三滥的招数。宋芝芝没你想那么蠢。还有，我和小斐被算计了。让小斐先回家，记着，让他带2盒苏福记的松仁桂花糕回来。挂了吧。奶奶，哎，芝芝，走啦。刚才白坚在，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你们俩怎么样了？奶奶，昨天不是拿了第1名吗？一高兴就多喝了2杯。白坚正好在，他一直照顾我来着。好，好。哎，不过咱们女孩子家的交朋友还是要矜持一点哦。知道了，奶奶，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心里很清楚，不会做过格的事情。阿姨，哎，小斐呢？怎么今天没见着他下来啊？小斐特别乖，昨天回来的特别早，今天一大早就出门去了。哎，我昨天睡觉前怎么没看见小斐呀？啊，那可能是他比您睡得还早吧。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出门去了。啊，奶奶，哎，小斐，奶奶，我昨天听我妈说呀，您店里的苏福记的松仁桂花糕，我特意起个大早就给您买的。哎呀，真是啊，这个桂花糕啊是奶奶的最爱，真没想到我们小斐还是个贴心的小丫头。小斐平时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奶奶，您喜欢什么，她都记在心里呢。哎呀，乖乖，小斐真是懂事呢，这么早就跑去给奶奶买桂花糕了。哎，不过你这衣服怎么还是昨天的衣服呀？这么着急的吗？连衣服都没换。看我这记性，我现在就去换一套。小斐，你别着急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消息，你要不要解释一下？知名模特群星珠宝聂小斐深夜醉酒，与前姐夫伊文涵走廊拥吻，被偷拍了。
现在这个视频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引发众议。聂小斐作为公众人物，我看这个危机公关着实不好做。群星珠宝向来注重品牌形象，口碑一直很不错。这次聂小斐的桃色事件，可能要让群星珠宝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廉耻，宋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来，老公，老公你别着急，是小斐的错。你怎么会在那？老公别生气，身体要紧啊。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啊！我们宋家是什么家庭？现在爆出这样的丑闻，宋家的颜面往哪儿搁？啊！我这把老骨头还怎么出去见人？阿姨，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小斐回来了吗？你还狡辩什么？都已经拍下来了，真是不知检点。还有聂文芝，当初嫁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孤儿寡母，觉得你们可怜，才想着你们只要安分守己，其他都不要紧。可现在，既然做不到，就都给我滚出去！妈，你骂的对，妈，我真的无法外面了，妈，知道错了，我一定狠狠的惩罚小斐，我让他永远记住。现在已经爆出来了，想要压下去，已经很难了。我先联系一下公司，做一下危机公关。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想一下，如何才能将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和对宋家的影响降到最低。是，这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公司，还有咱们宋家的名誉。小斐的事情，咱们可以关起门，内部慢慢解决嘛。啊，阿姨。哭，就知道哭！你早干什么去了？还不一五一十的把事情说清楚！爸，我真的不知道，奶奶，我什么都不知道。哎，我这不说是吧？那就。我这下被伊文涵给，有可能，很有可能。
一定是那个易文涵，他肯定对之前的事对我们家怀恨在心，所以在小斐喝酒的时候设计小斐来报复我们。阿姨，压下娱乐新闻，看似是削弱了对我们家的影响，但实则是坐实了宋家女儿行为不检点。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族已经造成了影响，但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如果我们能够证实小斐是被人陷害的，那我们就是受害者。这样一来，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是宁可家族名誉受损，也要维护女儿尊严的人，反而能够赢得好感。而且这件事情，如果易文涵真的动了什么手脚，一定会留下证据的。小斐，你放心，我们宋家会替你做主的。芝芝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主我做了，报警。妈，报警我不反对，芝芝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冒险性太大了。其实为了维护宋家，小斐她受点委屈也是可以。维护宋家的名誉，不用牺牲小斐。而且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免得会留下后患，日后被人翻出来加以利用，对我们家的伤害会更大的。而且作为女人，我不忍心看小斐受这样的委屈。阿姨，您是小斐的亲妈，您肯定是想替小斐讨回公道的吧？啊，是。报警吧。报警。您怎么还在犹豫呢？是不是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打算要报警？芝芝说的有道理，报警吧。好，报警，报警，报警。喂，110吗？我要报警啊！我们家，喂，哎，小斐，小斐，小斐啊！小斐，小斐，小斐，老公，小斐昏倒了。小斐，妈，你说我和哥的酒是不是被宋芝芝给换了？妈，怎么办呀？我现在好害怕呀，妈。下药！你可真有主意呀！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一时冲动，刚才我们差点被赶出宋家，还有你哥，现在也要面临被定罪。那我也不想啊，我不就想把哥哥搞定宋芝芝吗？你得了吧，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有没有别人知道你们的就没关系。那可是我心里过不去，过不去也得受着。小斐，我今天告诉你，以后必须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否则你再出了事儿，别怪我不管你。既然他们已经报警了，那肯定会有人找你们录口供。今天你就继续装昏迷。据我了解，这个迷药在人体内12小时就会代谢掉，再过几个钟头就差不多了。
喂，赶快去酒店拿监控录像，只要是昨天晚上的我都要。爸，你看，我们的报警声明一发出，现在网络舆论的导向就已经转变了。之前说我们宋家还有小斐不好的人，现在都在说易文涵是个人面兽心的人。芝芝啊，这个事儿啊，你办得非常好。董事长，您喝茶啊。老刘啊，今天这茶泡的格外浓郁啊。看您前几天因为小斐的事儿忙得够呛，特意给您多放了一些茉莉花，给您提提神儿。我就喜欢喝老刘泡的这个茶，这个茶我是一天不喝，就想这个味道。杀招往往在你看不见的角落，你不应该把视线局限在家里，你可以看看公司或者其他地方。说不准有新的收获。刘叔，这个茶是什么茶呀？有没有什么冲泡技巧呀？我就在想，我爸既然这么爱喝这茶，如果哪天我惹他不高兴了，我得给他泡一杯，献献殷勤。这就是普通的茉莉花茶，没什么冲泡技巧的，就是董事长比较讲究，这茶呀要经过9道熏制，才能有独特的味道出来。这么厉害啊！那我能看看这茶吗？哎呦，不巧，刚好用完了。那等茶到了，你一定拿给我看看啊！啊，行，没问题，大小姐。爸，那我先走了。哦，大小姐您慢走。哎，阿姨，芝芝，告诉你个好消息，白坚给我打电话，他说警察已经把视频拷走了，应该可以很快就还小斐一个公道了。这么快呀？对啊，我还特意打电话叮嘱白坚，一定要保护好证据。还是你们年轻人做事情想得周全。哪有啊，阿姨，这么多年你对这个家尽职尽责的。现在小斐出事儿了，我肯定得尽全力报答阿姨。真是长大了。哦，对了，你看，现在网络上的舆论都已经转变了，大家都在痛骂易文涵。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嘛。当初聂文芝为了嫁进我们宋家，费尽心机，先是把亲儿子易文涵送进了福利院，然后领养了聂小斐。现在聂小斐弄巧成拙，犯错害了易文涵，聂文芝一定不会放过他。看来我可以从聂小斐下手，来瓦解他们。谁啊？我们公安局的，请开。
你是易文涵吗？对。啊，我们接到报警，你涉及一起猥亵案。这个是传唤证，请你跟我们回一趟公安局协助调查。请你务必配合我们的工作。好。小斐，姐，小斐，让我看看，阿姨是不是又打你了？她下手可真重啊！哦，对了，告诉你一件好事儿。我们报了警之后，现在网上的舆论都已经倒向了你，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作为公众人物呢，也给一众女性带了个好头。小斐，你放心吧，警察一定会查清楚真相的，还你个公道。不过通过这件事情，我还挺感动的。阿姨能够这么在乎宋家的名誉，爸爸和奶奶都同意报警了，她还在犹豫。这知道阿姨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一点也不在乎女儿的尊严还有事业呢。芝芝在陪着小斐啊。阿姨，你来了。小斐，刚才公安局来电话了，一会儿妈妈陪你一起去做笔录。阿姨，小斐，那我先回去了，你们聊。小斐，别害怕，把你知道的都告诉警察。哦，对了，阿姨，我给小斐请了最好的律师。这一次，一定要让易文涵受到严惩。妈，你快看这新闻！哎呀，喊什么？易文涵被除明珠暴行，网上现在都炸锅了，我哥他完了。也不知道聂文芝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她听了我的话，
一定觉得我想从那天的监控里查到点什么，还故意拖延小斐去警察局的时间。可趁这个时间，你刚好能帮我把真正的证物交给警察。指东大仙啊，做得不错。还行吧。如果我要是没有这么警觉的话，聂小斐今天的下场就是我了。你们季家也会手到牵连的。不过这不像聂文志的风格呀。一定不是聂文志做的，他不会这么轻易就让我翻盘的。我看到是像聂小斐和易文涵这2个笨蛋搞的。有这么2个猪对手，我们倒是轻松了不少。那恭喜宋小姐了。是恭喜我打这么漂亮的一仗。行，走吧。要能力有能力，要性格有性格。妈，还是你厉害啊！现在网上的舆论已经反转了，他们现在都支持哥哥，我估计明天哥哥就能放出来了。现在不嫌弃你老妈没用了。哎呀妈，你看你说的，我可没说过这话，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厉害、最棒的。这一个。没想到公安局会拿到这个证物，再这么下去，我怕事态会超出我们的控制。你有什么建议？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聂小斐承认和易文涵的情侣关系。好，先挂了吧。妈，你不会想让我承认跟文涵哥是情侣吧？